我们的影片比较小众，所以比较难有流量带来的业配和广告收入，所以如果希望赞助我们，不论金额的大小都可以捐给我们哦。你可以扫描 QR code， 或者是看下方的资讯栏，有玉山银行和 PayPal 的账号，可以方便您使用。谢谢你啦，拜拜。我们来试试看这一首，这一首是这本课本里面小朋友很容易不知道该怎么办的音乐。来，从这里。这个是这个吗？对，好，像这样子不确定的状况，就是我有机会教这件事的状况了。我建议大家可以一开始的时候先做一个大谱表，然后你就慢慢算就好了。这个都等于是这个哆，就是我们刚刚这里的这个哆，这个哆。这两个是相等的，所以那2点是等于哦。对啊，是等于。我们用了毛笔来写等于，请大家不要用毛笔写等于。如果你用毛笔写等于，你就会看起来一点也不像等于。好，然后一路往上的这个是 re， 然后这里是 mi， 这里是 fa。大家画的时候其实要画正确，上面下面都抵到，可是我的谱做太小了，无法画得足够大，不是画椭圆形的哟。然后再来是嗦，还可以一路往上画，然后往下的话也是哆，然后西拉走发。先画到这里，大家有大一点的谱再自己画就好。我们可以帮初学者或者是帮自己把唱名都写上去，然后唱名写上去以后，像刚刚这里。第一个不晓得是什么音的话，我们就是照着算，从这里哆西拉第一线的，这样就找到了，这个是拉。然后鼓励大家边弹边唱，边弹边唱有助于你的音感进步。音感进步的话，第一唱歌有帮助，第二你弹错音，你因为音感好，你马上会听到怪怪的音，你就会知道自己弹错，有助于你的耳朵检查你的演奏和演唱。好，所以刚刚你不太确定的第一个音就是拉，我们就算出来了。然后来可以先弹拉。好，然后第二个音，好，这里先稍微停一下。有的小朋友他不会由左而右弹，对他来说他是由上而下弹的，他会弹哆哆拉拉，但我不确定大人会不会有这种想法。你会这样子想吗？等一下，它不是这样子弹哦，它是这样子啊，然后再这样子哦。它有可能由上往下弹，就弹哆哆拉拉，或者是拉拉哆哆，他不会想要由左往右弹拉哆拉哆。小朋友有时候会这样。我觉得是因为他不知道是这样连着，其实就像音乐盒那样啊，遇到哪一个音就弹哪一个。对，但是小朋友还没有这种想法。很好。很好。好，然后再弹一次，这一次我不看谱，然后看一下手的动作。来。好，暂停一下，左手记不记得刚刚教右手的方法？左手也放松一点。好，来，可以再放松一点，放松一点。好来，没有往上。对，这样子，然后不用，对，这样可以，方向正确，然后音不用到这么实，没有关系。这样就可以，可以。好，然后有一个我刚刚没讲到的是大拇指应该要怎么施力。我刚刚只跟大家说大拇指要注意的，让它很懒惰。所谓让它懒惰的方法是，它弹的时候可以就这样子掉下去就好。所以你的手是处于很放松的状况。我们其他的音都是手腕会微微有一点点往上弹，可是大拇指弹的时候可以让它只要往下掉，放松的弹就好了。
好，我们再来试下一首吧。好，来这一首我们先看一下哦，这一首是3/4拍的，所以我们复习一下四分音符这一种，每小节要有3个，所以它是1、2、3，然后这一个是2拍，1、2占了2拍的空间，然后这个是第3拍。另外在谱现在已经到35页的时候，它已经出现了表情记号。例如说像这个是强音记号，就是弹的时候要重一点点。但是我会建议大家先不要做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的注意力蓄水池它的量是有限的，除非你的姿势都顾得很好，不然没有必要先去顾表情记号。表情记号可以到之后再去做好，因为它并不会影响你的学习。但是如果你的姿势没有顾好的话，那你的姿势紧绷这一件事情，它会影响你整个弹琴的学习。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先不要注意细节，先注意更重要的事情。我有一个影片是重要性金字塔，就是在讲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分重要跟不重要的优先程度，来帮自己做计划，这样才会事半功倍。2个相关的就是注意力蓄水池，还有重要性金字塔。设计自己的练习计划的时候，就是可以把这2个观念应用进去。而且其实我吃力还要视谱，其实已经有一点难分神了。这个是大部分的人的状况。然后很多人会在这个状况下的时候，他就认为已经要做到表情记号了，这个就是我觉得不好的学习状况。老师，我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他的指头是不是换了？哦，他换了耶，换一下吧。因为我们刚刚中间有跳好几页，所以这一页已经有位置的变化了。是第2指，对，这样吗？然后你的大拇指就会轻松的藏在下面，看要放哪里都可以。注意姿势最重要，它的速度可以慢慢来。很好，好厉害哦，都不用算。大家如果找不到音的话，就拿刚刚的这一张算一下下。来，这个是 re， 然后是左手弹 re。对，好，这样对了。再来是我们来讲一下拍子的一些符号。刚刚遇到没有讲的，这个是跟这个一样长度的不出声音的音符，就是4分休止符。在4/4拍里面，它等于是1拍，它等于是1拍，不出声音的1拍都1拍，这样子。好，那我们来看这里3/4拍里面的单位一样是这个是1拍，因为以4分音符为1拍，以4分音符为1拍就是它。好，那遇到这个的时候，这一个在3/4拍里面是2拍，我会要求学生把拍子数出来，除了唱音以外就可以数拍子。它是2拍的话，我会想象它的空间有2个，然后到这里是第3拍的空间，所以它在这一个点会念1，这个点会念2。用自己的声音来代替手的动作去度过那个时间，然后这里是3，第3拍。然后像这里的话，就是这个音我们可以唱音，然后再唱2、3，也是一样用声音去度过这个第3拍的时间跟第2拍的时间，然后第1拍的时间就是唱 re 这个音。所以如果我们加上唱拍子跟唱名再弹一次的话，就是这样子。你弹就好，我帮你唱。预备，来。哆咪咪嗦2咪，很好，这里再凑，预备，来，嗦2咪嗦发咪瑞2、3，很好，再凑，预备，来，哆。你看，好，我可以再唱慢一点。大家以动作放松为优先，速度尽量放慢一点。我刚刚那样只是算太快，我再放慢一点。预备，来，哆咪嗦2咪嗦发咪瑞2
很好啊，这样子拍子都对了。再来是有一件事情，所有的老师都这么教，但是我有不一样的意见。这一件事情就是这个2拍的时候，我会跟学生说，你的指头不要压着2拍。这个3拍的时候，你的指头也不要压着3拍。原因是因为当你压着的时候，你的手是处于一个没有放松的状况。我们弹很久的人，很容易能够确定手边压着边放松，像这样子。这个就是边压着边放松，所以我的手它只出了可以让琴键不反弹起来的力气而已，它是非常轻的。可是，一般的初学者跟小朋友，他们根本不可能抓到这种力气，所以当他们需要让琴键不反弹的时候，他们是这样子的。所以我刚刚有一直讲说，最大的忌讳就是你的手没有放松。当他们如果弹到这一个音的时候，手没有放松，就会这样子一直持续压着。所以，与其让小朋友或者是成人自己检查说，你要检查有没有压着，这个对他们来说难度太高，所以我就会直接跟大家说，都把它弹成1拍，或者是根本弹成跳音也没有关系。因此可以弹成这样子。2。2、3，所以人家可能会觉得说，我都没有教要一直按着这件事情。可是事实上，我有注意应该要留的时间，我都留了。我只是为了初学者，他们没有办法体会到这个力气这么快，因此我让他们直接松开，以免造成手紧压的反效果。所以我就会用比较容易执行的方法来教。对，其实就是最基本的先做好，然后再一层一层的加上去。我不太赞成有的人他学习的时候就把细项一起学进去，因为细项的重要性真的没有那么高。可是有的人会不小心把细项的重要性拉太高，以至于他更重要的东西没有办法分他注意力蓄水池里面的水去把它做好学好，反而造成他学不好。可是他们可能自己是以为自己很用心在学啊，很小心啊，所有的细节都要做啊，但是没有认知到大家本来就有注意力的限制，你就是要把注意力选择最重要的地方去放。对啊，而且我觉得其实就比较像是你炒菜的时候，你可能会先爆香蒜，你不会把肉菜、蒜、葱全部一起夹下去，那样子的话其实也会很乱。对。到这边，今天第1堂课已经讲完，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底下再发问，我再补充一些可能没讲到的事情。因为我觉得以我来说，就是一个不专业的人，他会急于想要把音弹好，所以不会那么注意到正确的动作。这个是非常好的问题。因为大家都是这样。所以要放慢。视谱是熟悉而已，主要是姿势千万不要错。视谱的话就是慢慢熟悉，然后慢慢用这个算，放慢，然后是放松最优先正确。因为你弹错音怎么办？就是老师跟你讲，你改过来就好。可是你弹错肌肉，用错力了，你要用好多时间去慢慢改过来。跟这种看错音，我们就是纠正一下，一瞬间就改过来是不一样的。所以放慢，姿势正确，然后谱慢慢看就好了。完成80%的那个条件是什么？例如说像这一首歌，1、2、3、4、5、6、7、8、9、10、11、12、13、14、15，15个音你没有错超过3个的话，那就是80%完成了。虽然大家在刚刚教的这个阶段还没有用到，不过跟大家补充一下视谱的秘诀。我会叫大家先记3个哆，而且我会把它涂颜色。我就会在谱上面这样子把这一个哆，然后还有这一个哆的位置填起来。而且有的时候我会把这一个填成橘色的。这样子的话，你就是记这个定位点，这一个哆，把它背起来就是这一个哆，那你就可以找得比较快。然后这一个哆就是这一个哆。我会记这2个定位点，然后这一个中间哆的就在这里，3个哆的定位点我会先背起来。这样子，如果我突然看到了一个这个音，我就会先找
这个哆，然后把它往下算，因为这是最近的，我就不用每个都从中央哆去哆瑞咪发嗦拉找到拉，我可以直接从这一个最近的哆去算哆西拉。所以这个是视谱的基本功之一，我就会教大家去背3个哆的定位点。好啦，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啦，希望可以帮助大家学得正确，弹得开心。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